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每个人的面部啊，都有一张看不见的经络网。这张网啊，它越顺，那我们的面色啊就如桃花啊，面色好看，然后脸上呢也显得年轻。如果这张网呢它堵起来了，你会发现你的整个面部啊不是有褐斑，有一些黄斑，消不下去，就是呢面色啊容易发黄，同时呢我们的整个脸上的皱纹啊也会比较的深。那我今天带大家整体的去解析一下我们的面部，同时呢，我还会教大家一个方法，打开我们整个面部的经络网。本期视频啊，全部都是干货，我建议大家把它收藏下来，反复观看。同时呢，也记得如果做完以后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脸上的一些特点啊。我们讲脸上有3个凸点、3个凹点，还有一个一马平川的点，简称3凸3凹一马平川啊。3个凸点是哪里呢？你看啊，我们两侧的颧骨就是这两边啊，你用手去点一下，是不是凸起来的啊？下巴这里啊，这个点是不是凸起来的啊？这个呢是我们的3个凸点啊。凸点有哪些作用呢？这个凸点啊，它越明显啊，我们整个人的脸部啊就会显得越立体。好，然后呢，3个凹点是在哪里呢？你看啊，2个眼窝啊，你看这里，我们的2个眼睛啊，我们的嘴巴啊这一圈都是明显意义上的一个凹点啊。那么凹点呢，它有哪些特征呢？就是容易堆积一些杂质，散不出去啊。比如说我们黑眼圈啊，有皱纹啊，眼睛容易浮肿啊，包括我们的法令纹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凹点所带来的。还有一个额头啊，一马平川，你看这里啊，这一马平川，特别的平啊。那了解了这个3个凸点和3个凹点以后，我们就应该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首先呢，就是把这3个凸点啊变得更加的凸，让我们的面部啊变得更加的立体。然后呢，我们的凹点处呢，这个位置要把它尽可能的去疏散掉，把一些不好的一些组织啊给它散开来，让新鲜的血液能进入到其中，把我们一些不好的杂质带走。然后一马平川是什么呢？一般是用来运输，把一些不好的杂质，你看直接推到我们哪里呢？耳后的垃圾站，就是我们的淋巴所在的位置。所以呢，接下来我所讲的所有的这个手法的内容，包括我们面部表情的训练，都是结合我们之前所讲的原理之上的啊。好，我们先讲一下凸点的练习，就是我们2个颧骨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我们形容叫什么？苹果肌。那么这个点我们怎么练呢？我们牙咬住，嘴巴并拢，手点在这个位置啊，然后有一些微微的，你看往下拉一点啊，微微的往下拉一点，稍微的用一点点力就可以了，1分力啊，然后这个脸你看，做这个动作，牙咬住，就靠我们这里的肌肉把我们的嘴角啊提上去，看，用手放上去就这样。手放上去呢，是给它进行适当的一点点的阻力啊，所以我们不用太这样啊，这样往下拉就不行了，我们就按下去一点点，看，就这样，就做上一个10下到15下。很多朋友做个5、6下就发现这里酸酸的了啊，有一种充血感，感觉这里就感觉鼓起来了。这个呢，其实就是证明我们这里的肌肉给锻炼到了。我们一般正常去做上一个20下左右啊，每天做上个3组到4组就可以了，这个肌肉就可以完全的锻炼到了。而且呢，通过这个动作的训练，还可以带动我们的周边把这一圈变得更加的立体一点，然后呢代谢变得更好。好了，这里给它做起来以后，我们的下巴这里怎么去锻炼呢？你看非常简单啊，你看。这个下嘴唇往内包，然后把我们的下巴往前，上这边2个嘴角微微往上提，看这里的变化。手可以放在这里，感受一下这个肌肉的发力啊，这个呢是锻炼我们的下面的啊。
这个位置它可以练练，稍微的变得更突出一些，让我们整个面部五官变得更加立体。而且呢，这两个动作啊，对于我们整个面部的一个抗皱来说啊，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这里一旦鼓起来了以后，它就会把我们的面部啊变得更加饱满，一些皱纹呢、一些细纹呢就不容易形成。我们每天就把这个动作练一练。啊，就这两个动作练一练。这个第二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30下为一组，没事的时候就练一练，练个3组4组都可以。好了，讲完了这个面部的锻炼以后，我们开始要处理哪里呢？我们的3个凹槽啊，首先是我们的眼睛，眼睛这里怎么处理呢？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把眼睛闭上，然后由我们鼻梁这里啊，你看顺着一横指慢慢的推过去，推到哪里呢？推到我们的太阳穴啊，画一圈。啊，上来啊，注意这里推，它和我们这样去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的皮肤啊，它比较敏感，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是用我们的指腹轻轻的啊，最好是涂抹一些啊精华在手上，轻轻的啊带上去，你看，然后配合着什么头微微的旋转啊，手你都可以不动，你看头微微的旋转贴上去，好。做到这里，很多人都说我会，但是在这个位置很重要啊。我们点上去以后，你看，把我们整个眼睛皮肤往上拉，然后最重要的也来了啊，保持3秒钟左右，1、2、3，好，松，再来下一个，你看，配合着我们的头部和我们的指腹啊，来，1、2、3，好，再来，慢慢的啊，你看手指腹点下去，感觉把里面的一些不好的液体啊，全部往上推。啊，到这里一定要记住，点住3秒钟，1、2、3啊，这个动作我们不要做多啊，切记啊，我们这个动作一般10下就行了啊。来推1、2、3，好，这里给大家简单做个演示。那么做完以后呢，你会发现2个眼睛是明显不一样的啊。你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就是我做的左边的眼睛啊，是明显的变得更加的轻松，而且呢，这里不会感觉坠坠的啊，这里会有坠坠的，这里就没有了。好，做完了面部了以后，我们接下来是要做我们的一个这个嘴巴，包括我们整个面部啊，都要给它往上去做一个提升，把我们脸上的这个经络往上打开。这个大提升怎么去做呢？非常简单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可以看好啊，我拿我的整个手掌啊，这里啊就是我们的一个豌豆骨的位置啊，对准了我的嘴角，然后呢，我的手掌中间是含着啊，就是含着我们的一个颧骨，像这样点上去，然后呢，你看我小拇指的朝向是对着哪呢？是贴着我的太阳穴这里啊，形成这样的一个方向，一定要是这样的角度。记住了3个点啊，豌豆骨对着我们的嘴角啊，手掌中间含着我们的一个颧骨，然后加上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哎，你看这样对着我们的太阳穴，这个角度你只要形成，那角度会跟我一样啊，记住这个角度。然后呢，你照镜子看一下啊，角度一样以后，我们把手干嘛呢？你看往斜上方去发力，斜上方发力，然后你看整体的去做一个旋转啊，这样去旋啊，你看这样去旋啊。这样去旋的是哪里呢？你看是把我们整个嘴部，你看往上带，同时呢，这个不是往下压，这个不是往下压啊，它虽然是这样去旋，但是这个手是持续往上发力的啊，手指往上发力，它不会把我的眼睛挤成这样。你要如果眼睛做成这样就错了啊！大家看啊，你看，来往上，整体是往上提的，这个地方啊，微微的往上带一些，你看，把这个发力的角度做好。为什么有的人做这个动作？大家我做完以后，大家能看到为什么有的人做这个动作，明显的感觉面部提升上来了。有的人做这个动作一做完，发现哎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就是因为你发力角度不对。我再讲一遍，发力啊非常重要。我们做的时候千万不能这里上去的，这里就往下压啊！你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眼睛你看就往内压了啊。我们是整体的往斜上方去拉，然后把这个手你看带着往上提一点，这个地方是还是往上拉的。啊，它不会明显的下压啊！你看，来找好位置，来往上，大家注意看啊！我做3下以后，给大家看我脸部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保持的时间非常长。我们通过这个拉伸，能把我们里面的一些堵着的点，包括一些肌肉啊，给它完全拉开来。1，好看好啊，2，再来第3个，3，侧面看就这样。好，做完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面部的一个变化啊，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是由深层开始往外涌出这种热量啊，这种热量就感觉里面发热，它不是外面皮表发热，是最深层发热，面部开始泛红。就才做了3下，我建议大家每天做上一个6下到8下啊。你手上涂抹不涂抹精油都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干着手也可以这样去做，因为它本身它不会破坏我们的面部皮肤，它是贴合着我们的皮肤上面的，然后你又有一种完全贴合上去的感觉，慢慢往上拉啊，就这样。带着去做，你就能感觉到我们整个面部它会里面的这个气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啊，面部非常的舒服。那么其实咱们做到这里以后，就差最后一步了啊，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一马平川的这个大额头啊，给它把它舒展一下。这个额头的舒展非常重要。我以前呢教过大家啊，一个叫做推天梯踩天梯，就是往上去推啊，你看。用我们大拇指这个位置指节，你看慢慢的往上刮这一块推上去往上刮，侧面看一下，刮的时候不用太用劲，也不要次数过多，一般就20下推的时候会感觉有些酸酸胀胀的20下做完了以后，开始一样的用我们这一节你看推着到哪里呢？到我们的耳后，到这儿。脖子这里，你要能带到脖子这里更好。你看，1、2、3一样的去做上一个这个10下到15下左右就行了这个叫做开天门你看踩着天梯上去，把天门给打开，这个呢非常有讲究的就从中间你看推上去，好，慢慢的就这样梳下来，从耳朵后面梳下来。10下到15下做完了以后再看我整个半边脸的一个变化。我现在能明显的感觉到我整个左边，刚刚给大家演示就是感觉它这个完全提上去了，而且呢里面是发热的。这个动作咱们左右两边都要做然后呢按照这个顺序再把右边做一下就行了。因为时间有限呢，然后我两边呢就不同时给大家演示了，只给大家做了半边脸。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我们前面教的3个这个凸起的点位一定要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练习一下。这个3个凸起的点和我们去做手法它是不冲突的。那手法呢，你每天做1次就可以了也不要做多，做多的话也不好每天就做1次，按照次数去做。最重要的是这个手法这个手法你们一定要找好这个发力的感觉做完以后一定要感觉明显的面部它是有一个提升的一定要去看。你面部如果做完没有提升，就是你这个手法发力有问题，所以你们一定要去反复的观看。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内容希望大家一定要收藏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为，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微博，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肩膀脖子这里不舒服我手摸的这个地方呢特别容易感觉僵硬有些朋友还会感觉发凉。这些地方出现了问题，首要你得找的地方就是肩胛骨。肩胛骨就和我的手掌差不多大就这巴掌大的地方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今天我会让你全面的认识一下肩胛骨。我们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是偏专业一些的，讲肩胛骨和我们整个体态肩颈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是讲肩胛骨如何去放松。第3个讲肩胛骨一些比较薄弱的肌群，咱们怎么去锻炼让你全面认识肩胛骨本期视频呢是干货满满。那么我们先讲一下肩胛骨的一个结构你得了解我们的肩颈为什么和肩胛骨有关，肯定要了解它的结构。你看我手摸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厚厚的这个肌肉叫什么名字呢？叫做斜方肌。斜方肌首先就是附着在我们的肩胛骨上面的，所以呢，当我们的斜方肌过紧了以后，肩胛骨就会往上移。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里我们的整个肩关节。肩关节这里呢，它和我们的肩胛骨也是相连的，所以呢，当我们肩关节这里不舒服，还得去和肩胛骨有关，要找肩胛骨的问题。第3个呢，就是我手摸的这里这个地方有一个凸点肩胛骨穿出来的一个小沟叫做会突它连接着一个胸小肌到我们的肋骨上面，所以呢，这里呢也是像个小手掌一样的，和我们前面的这个整个骨骼相连。所以肩胛骨你看，它虽然就巴掌大，
但是它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重要的一些结构。那我们来说一下肩胛骨，它如果说发生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会造成我们肩颈上面不舒服？大家可以看个案例啊，我把我的肩胛骨啊往上耸，大家看，肩胛骨当我们往上耸了以后，你看我头部的一个变化，大家看好啊，是不是我的头会被往前推啊？你看，是不是头被往前推啊？当我们长期我们的斜方肌过紧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颈椎往前推，然后我们的颈椎啊，它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加上我们这里的肌肉长期的劳损啊，就会导致了我们整个肩颈问题啊，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你即便短暂的放松，哎，但是呢，还是过一会儿，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又不舒服了。这个呢，就是首先是肩胛骨它的位置不对。第二个，你看我肩胛骨往外扩啊，大家可以看往外扩，从侧面看。是不是我的头还是在被往前推啊？当我们的肩胛骨处于一个外扩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头部会往前，同时呢还会造成了我们体态问题。哎，你看这个胸部啊变成了一个圆肩的状态啊，圆肩啊，这样的话呢，你穿衣服也不好看，而且呢这个脖子这里还会感觉发僵啊，这也是肩胛骨它状态不对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很多肩颈问题啊是由肩胛骨引起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些问题啊给它解决呢？首先你得找3个最重要的点。第一个点是在哪里呢？就是这儿啊，你看我手就这样随意的搭在我的肩膀上啊，非常好简单啊，就这样往肩膀上一搭。然后大家注意看我大拇指的位置啊，看我大拇指的位置往下啊，往下啊，这样去绕，看一下啊，这样去绕啊，往下大概绕1到2横指的位置，就这个点啊，我们往下就这一竖列，我们给它放松。怎么放松呢？你看手这样点进去，来回的拨弹啊，就这么简单。先把这个点啊给它放松，很多人这个点啊一按进去以后啊就特别的酸，特别的胀，有些朋友还会感觉特别的刺疼，没有关系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我们在往里面按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有一些小筋节的一个滚动啊，疙疙瘩瘩的，都是你堵着的一些点，我们就把这里啊给它放松。好，这个点给它放松了以后，我们再找第2个点，第2个点是哪里呢？是我们的腋下啊，腋下。手抬起来就能看到啊，手抬起来，手往腋下一放，你看我巴掌啊这么宽的一个位置，就这个地方，手你看点进去，画圈啊，这个地方很重要，为什么呢？这个位置也是非常容易紧的，里面穿行的是我们的前锯肌啊，我们就把这里啊给它放松啊，你看画圈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我们只要把这里啊，你看揉就可以了，画一个圈。好，第3个地方是哪里呢？就是我们整个啊。后侧啊这一块，这个地方呢，我们正常想去按，如果你手上没有指力的话，是很难去按动的。那么我们一般是怎么选择呢？你看我手啊在这里摸，我能找到一个棱，这个棱呢叫做肩胛冈啊。我们在这个棱偏上一点点进去一个小窝窝，你看这是一个棱偏上点进去一个小窝窝。好，找到了这个点以后呢，我们可以这样让我们的肩膀去动，手点住就可以了，肩膀去动啊，你看手点住。肩膀去动啊，肩膀你看随便怎么动，你能发现这个肌肉啊在来回的动。那么此时我手点进去，就像一个钉子啊点进去一样，那我肌肉来回的动，就不用我的手去发力了，我只要肩膀这样动就可以了啊。你看这样动啊，手臂带着肩膀一起动，就这样去做上一个啊，这个10下、20下都可以，你做了感觉哎有些放松就行了。那我们3下演示做完以后，你看我自己活动一下我的肩膀，我会明显的感觉我的右侧整个肩膀啊全部松下来了，包括我的脖子这里活动一下，你都会感觉明显的变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肩胛骨上面一些重要的点啊给它放松了，这些点放松了以后，接下来延伸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把肩胛骨薄弱的一些肌群给它去强化啊，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讲过，我们很多的一些肩颈上面的问题啊，是由于我们肩胛骨的一些偏移导致的。所以呢，我们最终要做的是把肩胛骨回归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这样才能一劳永逸的让我们整个肩颈回归到一个最好的状态。而且这个方法不仅仅是适用于年轻人，中老年人也可以这样去做啊，去对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啊、体态啊，包括我们的肩颈啊，都能减少很大的一个压力。好，第3个锻炼动作我们怎么做呢？啊，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你看，把手啊这样，好，然后呢把全面啊对着正前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好，我们开始做什么动作？侧面给大家看啊，你看，来
手往后啊，往后夹，此时呢，你是肩胛骨啊在往后发力，好，平着往后夹，然后你看手往内，啊，从这边看手往内啊，这个动作是2点，你把它拆分开来看，很多人做这个动作他做的不到位，他就是什么呢？哎，这样一夹啊，就这样去做，虽然有效果，但是它不到位啊，到不了那个点，你到不了那个点以后呢，你做起来的感觉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一定要是什么呢？先往后夹，你看夹到这里，我再往后夹，夹不动了。此时呢，你保持一个3到5秒钟，先找到我们那个薄弱的地方发紧的感觉，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找到发紧的感觉。好，然后再把手干嘛呢？你看往下，你看我手肘啊，看我手肘，注意看我手肘这个点，看往下去夹，再夹到哪里呢？哎，依然是往下，你看动不了了。好，就这样。你去保持一个3到5秒钟，好，然后往前回到一个我们起始的姿势，再往后，再往下，好，再回到一个起始姿势，再来往后往下，看到没有啊？侧面看，来往后往下啊，看到没有啊？就这样，我们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做完以后，你能感觉你后面啊有两根无形的这个小绳子一样的，就把你的整个肩胛骨啊就开始往下拉。你做完以后啊，就自然保持放松的状态，你会发现你整个胸背啊，包括脖子都和原来不一样了啊，整个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再活动一下肩膀，你会发现发力更加的轻松，整个肩膀就一下子轻松下来了。这种轻松呢，你和很多人啊，他经常肩膀不舒服啊，去按摩啊，去推拿。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回归到一个我们自然的体态平衡，在这个状态之下呢，我们才能感觉出这种由内而外的一种轻松感。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它其实全部都是干货，懂的朋友啊都懂。我是大伟，那么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这么好的一个视频，如果学会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同时，你感觉这个视频好的，也可以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把这个视频啊也收藏下来。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那么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